小子，手脚利索点啊，别让我受罪。往这儿打。小庄伪装成卧底身份，成功渗透进马家庞大的贩毒集团内部。可狡猾的马世昌立马又给他设下了另一道考验。这个庄严，我们要仔细观察，如果是个可用之才，未必不能成为个好帮手。你需要看人的，你去安排吧。一个原则，他的手上必须见警察的血。随后，马云飞便带着小庄来到关押警察的地方，并让小庄亲手解决掉这个警察。可当这个警察转过身来后，小庄内心充满了震惊，却又不敢表现出来。他不顾自身安危，孤身深入贩毒集团，原本就是暗中寻找合适时机解救苗连脱离险境，谁也没想到眼下竟被逼到要亲手了结苗连性命的地步。兔崽子们，行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心机深沉的马云飞伫立在一旁，死死紧盯小庄。只要小庄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异常破绽，他与苗连二人顷刻间就会丧命于此。苗连早已看穿这是马家设下的卧底试探，他郑重地望向眼前的小庄，果断示意小庄对自己扣动扳机，甘愿以自身性命成全小庄的卧底任务。身处绝境毫无退路的小庄万般无奈，只能颤抖着双手缓缓举起手中枪械，冰冷的枪口直直对准苗连的胸膛。过往的训练画面瞬间涌入小庄脑海，曾经打靶训练他总能精准击中胸口点位，而苗连当初特意叮嘱他改掉这个射击习惯。打得不错，但记住，以后直接打头，不要打胸。因为打胸未必一枪致命。有的人心脏打得右，比如我的心脏就打得右。这个被苗连反复叮嘱的细节，此刻成为小庄绝境中仅存的希望。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，苗连身躯重重摔倒在地。目睹全程的马云飞彻底放下戒备，他根本不在意小庄过往的军人身份，只要小庄亲手沾染警方的鲜血，就彻底绑定了马家的犯罪战船。众人从此沦为利益捆绑的同伙。事后，小庄独自驾车返程，行驶途中猛然将车辆停靠路边，压抑的情绪彻底冲破防线，他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彻底崩溃，失声痛哭。小庄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真的对苗连扣下扳机，他死死捂住嘴巴，强忍心中的剧痛，独自在空旷的车厢里陷入无尽的痛苦。小庄心里清楚，踏入卧底这条艰险道路，不仅要时刻直面生死攸关的危险考验，更要独自承受无尽的煎熬与良心拷问。心狠手辣的马云飞为了公然挑衅警方，狠心将苗连的遗体丢弃在公安局门口。执勤民警见状，立刻快步上前查看情况，发现袋中之人正是失踪多日的苗科长。众人当即合力将遗体抬入警局内部。隔天，小庄静静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新闻播报缉毒警员遇害的消息，强忍心底翻涌的悲痛情绪，不敢在神情上露出半点异常。他清楚记得昨晚开枪的细节，当时刻意瞄准了苗连的左胸位置，而苗连的心脏天生长在右侧胸腔，这也就意味着那一枪并非致命伤，只要警方及时开展救治抢救，苗连大概率能够侥幸存活下来。新闻里播报的牺牲消息并不属实，大概率是警方刻意放出的烟雾弹，既能隐藏苗连存活的真实情况，也能全方位掩护小庄的卧底身份。事实果然和小庄预判的一模一样，苗连此刻正在医院紧急救治，并没有倒在那晚的枪口之下。也正是这场逼真的演戏，让小庄彻底博取马家所有人的信任。之后，他借着恋爱的名义，陪着马其彤在远山镇四处游走闲逛，借着给马其彤拍照的掩护机会，悄悄拍下镇上每一条道路、每一处建筑，就连各处驻守的岗哨也全部记录在册。这些暗中收集的关键情报，将为警方后续的围剿行动提供强力支撑。没过多久，全面围剿的总攻时机正式到来，军警联手展开联合清剿行动，行动代号定为中华利剑，目的就是彻底拔除远山镇这颗边境毒瘤。各支作战部队整装待命，奔赴围剿现场。此刻马家众人依旧沉溺在奢靡安逸的生活中，完全没有察觉到即将席卷而来的风暴。但心思缜密的马云飞隐隐察觉到异常，心底莫名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他发现边防部队近期频繁开展野外拉练，短短3个月时间里演习次数高达20余次。这种反常的密集举动让马云飞心生警惕，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瞬间笼罩全身。